再来关注中澳关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于11月4号至7号访华，并出席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对此表示欢迎。这是阿尔巴尼斯上台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也是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华。观察指出，阿尔巴尼斯即将访华，表明过去几个月以来为改善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已见成效，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澳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阿尔巴尼斯将在北京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并赴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就经济、气候变化和人文交流等一系列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阿尔巴尼斯表示，此次访华是确保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他对此非常期待。声明提到，今年正逢澳大利亚工党籍前总理惠特拉姆访华50周年。阿尔巴尼斯表示，惠特拉姆总理的历史性访问为双方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关系今天继续使我们两国受益。对于澳总理将访华，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中方欢迎阿尔巴尼斯总理应李强总理的邀请访华，并出席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外交部称，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既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中方愿同澳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增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改善，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这是澳大利亚总理时隔7年访华，实际上这个意义是不同寻常的。这反映了中澳关系经过7年的这么一个曲折的一个过程某种程度来说，从一个低谷触底反弹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毫无疑问，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的这一次的访华出席进出口博览会，进一步的彰显了中澳关系在重回正常的轨道。中澳关系在澳前总理特恩布尔与莫里森执政期间出现下滑并跌入低谷。澳方在这期间不仅借禁止中国公司参与澳 5G 网络建设等事件频繁炒作中国威胁，还响应美国带头挑动所谓新冠疫情溯源等话题，导致中澳关系不断恶化。去年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在对华关系上展现出务实一面，两国关系逐步转暖，贸易往来也大有起色。澳总理办公室日前称，没有必要改变或取消与中国山东蓝桥集团签署的达尔文港租赁合同，被解读成为阿尔巴尼斯访华创造有利条件。不仅如此，澳方日前宣布结束对达尔文港项目安全审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回应，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澳方继续为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运营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澳政府的声明中也特别强调了两国的经贸关系，称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占澳贸易总额的1/3。声明称，澳中两国已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将对澳进口葡萄酒进行为期约5个月的审查。双方同意，在审查结果出来前，澳方将暂停在世贸组织对中国发起的有关葡萄酒关税的申诉。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表示，近期中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彼此关切的葡萄酒、丰塔等世贸争端进行了友好协商，并达成妥善解决的共识。在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葡萄酒成为近年来双边关系的晴雨表。在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出口市场，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对业内许多人是毁灭性的打击。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已从2019年的11亿澳元下降到2022年的1600万澳元，而与其他一些商品不同，葡萄酒生产商很难找到其他替代市场。澳大利亚人报22号报道称，澳中就葡萄酒达成协议意义重大，即将举行的进博会就是澳大利亚葡萄酒厂商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宝贵平台。这一次双方就葡萄酒的这个争端来搁置争议来重启的双方的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这体现了双方这种相向而行。中澳在这个方面呢，更多的是还是聚焦于未来，来进一步的来深化双方的这种经贸的合作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现象。
不可否认的是，中澳关系仍具有复杂性和敏感性。从安全角度上讲，澳大利亚仍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阿尔巴尼斯在宣布访华的消息几小时后，就前往美国与拜登举行第9次会晤，并计划在结束中国之旅后返回美国，出席亚太合组织领导人论坛。分析认为，阿尔巴尼斯此次访美有2大重点目标，首先是进一步推动落实奥库斯协议，另一个重要目标则是在打造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与美方达成一致。阿尔巴尼斯19号对议会表示，此次美国之行的重点是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并补充说，加强与美国在关键矿产和绿色能源方面的合作关系也将列入华盛顿之行的议程。一边是源自昂格鲁萨克逊血统的天然同盟，一边是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直以来，澳大利亚被认为是中美之间实施平衡策略，即在政治安全上依傍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有观察认为，最新外交动向显示出阿尔巴尼斯意图在对外政策上展示某种独立性，而不是对美亦步亦趋。一方面，澳方依然将澳美同盟视为澳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石，但另一方面也在寻求一定程度的松动和自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美国发展正常友好关系与中澳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并不冲突，希望澳方真正从本国和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I would say that we respect Australia's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partners and their friends, and also even their allies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S. has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So we have no problem for Australia and the U.S. to develop their normal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But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world is diversified, and Australia, I don't see that it should be a problem for Australia to develop its allies relations with the U.S. hand in hand with Australia's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 these two groups of relationship can go hand in hand instead of being, rather than being the confrontation to each other. The rel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S. has its valu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has its own value. In some areas we have common grounds, in some areas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Australia to make its independent decision and judgment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is in the interest of Australia,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our two countries.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只有增强战略自主性，制定符合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才能让澳大利亚自身利益更大化。如果说澳大利亚在这方面选边站队的话，实际上从历史经验来看，特别是从过去的7年的中澳的关系的实践来看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我想阿尔巴尼斯政府应该在这个方面会有所觉